养肉乐趣多，拼盘就是其中之一。只要加上点你的奇思妙想，多肉就会散发出别样的生机。很多人养肉一段时间之后，都会或多或少对单盆种植的肉产生一定的审美疲劳。然后我们就会尝试组合多肉，以拼盘的形式，增加多肉的可观赏性以及趣味性。多肉拼盘的制作需要我们对植物的习性、搭配等等有一定的认知。一直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拼盘的基础常识，但是感觉自己的水平也是就不怎么样，所以给大家粗浅的讲一些基础的东西，剩下的就靠大家各自的审美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今天班门弄斧跟大家分享一下拼盘。多肉拼盘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，选择不一样的器具或者不同的组合方式，都会创造出不一样的美感。一般常见的拼盘的盆器有木箱、水泥盆、红陶盆、铁漆等等。多肉的选择上不一定要同科属的多肉，但是同科属的习性相近，组合在一起生长会比较和谐。但是同科属的组合在一起就会有些单调，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。其次，搭配上可以选择连坐和带杆的组合，高低搭配形成一个错落的感觉。颜色的搭配上可以选择同色系的或者不同色系的，颜色越丰富越抢眼。一些基础的颜色搭配可以选择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或者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。亮色的组合比如红色、橘色和黄色的搭配会非常的吸引人。涂上色盘邻近的颜色做组合搭配也可以，选择色盘上对立的颜色做搭配也不错。以下罗列一个基础颜色的多肉给大家参考：白色系白牡丹、丽娜莲、白月影、白美人、月燕、广寒宫、银月、福兔儿；绿色系观音莲、熊童子、绿羊绒；红色系地亚、火计、赤鬼城、红智莲、红之玉、唐印、红宝石、舞会红裙；粉色系初恋、桃蛋、粉爪、粉蓝鸟、凌波仙子、雪莲；黄色系黄金万年草、黄鹂、明月、加州落日、雪川、春萌、鸡鸣镜、黄金丸叶万年草；蓝色系蓝松、特玉莲、蓝带莲、蓝石莲、双枝招、塔松、蓝豆、鸡星美人；黑色系滇石莲、黑法师、黑门萨、黑王子、巧克力方砖；紫色系紫珍珠、紫罗兰女王、之源之舞、紫月影、黛底、紫燕、沙维红、紫心、紫梦、紫羊绒、紫牡丹、紫米粒、紫玄月。以上色系仅供参考。接下来我们讲拼盘的三大要素：吸睛、填充、溢出。吸睛 thriller 就是要一个吸睛的多肉，可以选择一个头大的、高的、醒目的，或者和其他多肉截然不同的多肉作为作品的中心，那种第一眼看过去就能注意到的最好。填充 filler 填充型的多肉是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。作为填充的多肉，不一定是单调无趣的，我们可以选择很好映衬主体的多肉，选用多种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形态、不同的质感，相得益彰。溢出 spiller 让作品有一种溢出的肉，通常指悬挂型的肉，比如佛珠、情人泪、爱之蔓、紫玄月、心欲坠、地狱莲这一类的。通常我们会把这类的肉布置在盆边，然后垂钓下来，给整个作品增加层次感和动感。除了这三大要素，我们还可以加入护盆草。实践证明，护盆草和各类多肉都很搭调。常见的护盆草有佛甲草、黄金万年草、鸡星美人、大宝雪、大卫、盐叶万年草、新芒公主、茜之塔等等。除了这些，还可以加入盆虫、假山、树枝等造景类的素材。考虑完多肉的选择、颜色的搭配之后，也需要考虑到光照的问题。不同的多肉有不同的光照需求，有些喜阳，有的略耐阴，比如12卷类。一般多肉都是喜阳的，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，但是不同的多肉
也会有略微的不同。最好搭配的时候，选择光照需求相近的品种。如果是要放置在室外露养，也要考虑到多肉的耐性，有些不耐全日晒要注意。浇水需求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。搭配的时候，尽量选择浇水需求相近的肉。不熟悉每个肉习性，可以网上搜索一下，也可以去看我以前做过的种型大全的视频。最后我们讲一下后期的养护。一、使用透水性良好、能够迅速透水的配土，每次浇水间隔期间保持泥土干燥。二、沿海的城市拼盘组合可以选择全日照露养。三、一般多肉都不耐寒，冬季休眠期需要做好防寒保护。四、尽量选择深一些的盆器，给根系更多的生长空间，这样组合起来的拼盘也可以在分盆前多生长几个季节。五、多肉长大之后，可以选择在春天分盆重新组合。下面说说操作步骤。拼盘的操作步骤大致如下：准备好需要的多肉盆、防虫网、陶粒或者大的颗粒土、透水性良好的配土、铺面土、装饰品、镊子等等。盆底铺上防虫网，倒入陶粒或者大颗粒土垫底，倒入多肉土，撒上铺面，比如粗沙。然后选择一个位置，不一定要在盆子的中间，任何你喜欢的位置都可以。然后用镊子夹着肉的单子埋入土中，适当调整。之后在这个主体肉的旁边依次加入其他填充的多肉，最后摆上装饰物，比如盆宠之类的就可以了。如果有假山、树枝、漂流木之类的摆件要进行搭配的话，建议一开始先放，再种肉。有杆的肉建议种在后面，然后盆边选择一些垂挂型的肉。以上就是拼盘的内容，才疏学浅，不喜勿喷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可以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养护心得，或者来社区晒出你的肉。感谢你利用宝贵时间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